上世纪70年代，我国出现了一种外来生物落葵鼠，它肆意蔓延，将田地和农作物通通吞噬殆尽。如今，这个被痛恨的入侵者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人人追捧的摇钱树。这里是知识田地。落葵鼠原产于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等地区，是一种野生植物。在1976年，落葵鼠由台湾从巴西首次引入中国，最初只是作为观赏植物而被人们认识。然而，它并没有停留在这个角色上，而是开始逃逸到香港、两广、云贵川等地，开始了一场在中国土地上的野蛮生长。落葵鼠作为缠绕藤本植物，生长于肉质根茎之上。它拥有鲜绿色、心形、肉质而有光泽的叶子，长度在4至13厘米之间。在晚夏到秋季期间，落葵鼠会开出大量的小巧而芳香的乳白色花朵，聚集成依附的总状花序，其长度可达30厘米。虽然落葵鼠拥有雄花和雌花，但它们可不是利用这个器官来繁殖并产生种子的。落葵鼠的空中茎上拥有根状的块茎，这些块茎是识别它们身份的关键特征，也是它们无性繁殖的关键，并且它们非常容易脱落。在地底，落葵鼠能存活5至10年之久，休眠期间依旧可以繁殖。如果根茎碎片进入水稻，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蔓延到新的地区扎根生长。落葵鼠的株芽落地后能够生根发芽，即使被深埋在地下，数年后也能够重新生长。正是这种堪称野蛮的生长及繁殖方式，让它收割了入侵者的恶名，一度成为令我国农民头疼的对象。落葵鼠危害巨大，就不能把它拔光吗？落葵鼠通常生长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，它们对土壤的要求并不高，但对霜害的抗性较弱。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各种环境下生长，尤其适应于中国南方地区的气候。首先，落葵鼠的快速生长和繁殖能力给农作物造成了直接的竞争压力。作为一种缠绕型藤本植物，落葵鼠的生长速度异常迅猛，它们能在1周之内长到1米多高。其分支缠绕的特点使它们可以快速覆盖大片农田和高大树木，爬上40米高的树干对它们来说也是轻而易举。只待它们长成，这些落葵鼠就会致使农作物和其他植物无法得到足够的阳光和空间，进而影响生长发育，甚至窒息死亡。而且落葵鼠实在是生命力顽强，即使农民对其进行了严密的除草工作，只要稍有不慎留下了一小部分的块茎或根茎碎片，落葵鼠就能重新生长，并且迅速扩散。此外，落葵鼠地上部分水溶液含有化感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产生化感作用，抑制周围植物的生长。如果落葵鼠大量生长在农田中，其化感物质就会影响到农作物的正常生长，降低农作物的产量，这对农民的生计和农业生产都构成了严重威胁。因此，落葵鼠曾经被视为农业的害草。幸运的是，随着人们对落葵鼠的认识不断加深，科学家们也开始研究其化感作用的机制，并寻找应对措施。虽然落葵鼠的化感作用仍然存在，但通过科学种植管理和适当的防治措施，人们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其对周围植物和农作物的影响，从而实现了与落葵鼠共生的可能。落葵鼠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害草变为摇钱树，这个转变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其实，落葵鼠之所以能在当今社会如此受人欢迎，还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们身上的巨大的价值。落葵鼠的叶子、根茎以及株芽都可以食用，烹饪方式也是多种多样。取其嫩叶可以清炒或凉拌，取其株芽或根状茎可以炖食，能够烹调成多种药膳，相当滋补。据闻，落葵鼠制作的菜肴味道鲜美爽口，营养价值丰富，富含超高的胡萝卜素、蛋白质、钙及维生素 B 等物质。不知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食用落葵鼠的习惯呢？闲来无事，或许可以去市集上寻找一二。除了实用价值之外，落葵鼠在中医药方面也有着重要价值。传统医学认为，落葵鼠味儿微苦，性温，在中医中的地位不可忽视。在落葵鼠的株芽形成后采摘，除去杂质，先用或晒干便是上好的中药材。
随着国民对健康饮食和中药的重视，落葵薯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。在今天的市场上，新鲜采摘的落葵薯嫩叶的价格在每斤20到35元，而根茎的价格能达到80元一斤。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促使了市场的开拓，而生长迅速的落葵薯恰好能满足这种需求，成为了农民们的致富之源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